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了，那时候觉得他很帅。后来上了大学，我们在同一座城市，所以我就主动追求了他，成了他的女朋友。他很可爱，也很听话，天天跟在我后面，可以为我做很多事情，然后我觉得很感动，所以我们就在一起了。可是跟他在一起之后，他完全都不在乎我，任何事情都比我重要。在他做事情的排序里面，我永远是最后一名。我这个人性格就是这样，谁找我帮忙，我就会帮他。她作为我的女朋友，就应该理解我，支持我。我不是不理解他，而是我受不了他总是忽略我。我说他2句，他就要跟我吵架。难道坏脾气总是要留给最爱你的人吗？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他们，掌声有请。男嘉宾小周23岁，来自湖南，是一名文员；女嘉宾小姨22岁，同样来自湖南，是一名销售。来，有请两位，有请。看小片，你们俩认识大概至少在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了， 7年8年，至少8年。那恋爱多久呢？3年多。感情好吗？你觉得？我觉得还不错，但是他却提出了一个疑问：为什么你总是把坏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我觉得我对他还可以啊。我这个人就有时候脾气的话，可能会控制不住，他会觉得我就性格比较暴躁。你本来就是对我很暴躁呀，你对别人都有那么好的脾气。前不久的时候，我们学校举办那个毕业生晚会，然后晚上有一个一男一女走红毯的环节。我本来是想白天的时候让他提前过来帮我拍一点照，那白天不是有事吗？你有什么事啊？你无非就是吃吃喝喝和同事聚会，你能有什么事情啊？然后他来了。我看手机，半个小时里面就给我打了10多个电话。我等了你半个小时，你知道吗？你叫我过来参加晚会，你让我等半个小时，你这什么态度啊？我让你等半个小时怎么了？我就晚了一点啊，因为我特别重视这一次晚会。当时我化妆，我打扮嘛，还穿了一双10厘米的高跟鞋。然后当时去学校的时候就走得特别慢，因为我平常都不会穿高跟鞋。你买什么高跟鞋？我不就是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留下来吗？不会穿就不要买吗？然后我们俩一见面的时候就吵起来了，他就给我脸色看，他就说他兄弟那边还有事，他就把我一个人放那，他就走了。然后那天晚上我的红毯都没有走成，特别伤心。我那时候本来我那天就好几个哥们就叫我过去，他跟我说，他说他要我陪他去参加那个什么晚会，然后我就把我那边的事都推掉了。本来是他叫我过来参加晚会，他还让我等了半个小时，你知道吗？我让你等半个小时怎么了？那天你在大太阳底下，你让我等了你2个多小时呢。上次我搬家，我前几天就跟他说好的，我说我那天搬家，我就是8点的时候就会开始，你要过来帮我忙，他答应了。之后那天租车师傅都来了，他还没来，我给他打电话，那个时候刚好是上班的高峰期，然后长沙那边公交就特别堵的我也没办法，我不能坐火箭坐飞机过来嘛。但是你后来来了吗？你后来还是没有来呀。等了他半个小时，那个租车师傅说，他说怎么还没来，他就要走了。我想不好意思耽误人家做生意，然后我就想到新家那边再让他把我帮那些东西搬上去，然后我就先过去了。那司机把东西给我一袋一袋卸下来之后，我就在那等他。大太阳的特别热，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发短信他也不回，我不知道他那边又怎么了。我那个时候本来我是打算过来的，可是后面我一个同事他打电话给我，他说这边事特别忙，然后表格都填不完了，要赶快去过去帮忙。他为什么只知道找你？他为什么不知道找别人？你那么多同事。他信任我他才叫我啊，他不信任我他就叫别人啊。再说我那时候刚开始工作，然后跟同事处好关系特别重要。对。然后你作为女朋友应该理解我的嘛。我还不够理解你啊？那别人临时打一个电话叫你走你就走了，我搬家这么大的事情，后来我等了他2个多小时，他还没有到。我那不是打电话跟你说了吗？我说我在忙工作，你不知道吗？后来我自己一箱一箱的把那些东西搬上新家，当时又累又饿又困，特别晕。为什么有事你就知道想到我？你不知道找你的朋友吗？你是我的男朋友，你帮我搬家。我在工作啊，你知道我在工作啊。你就是不关心我，你就是不在乎我。他连我生病他都不在乎。上次大中午的我生病了，我特别难受，然后我就想打电话给他，让他送点药过来。然后我就躺在床上等着就睡着了。然后起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还没来，我就打电话过去给他，他说什么在网吧跟几个兄弟打游戏。
我那时候本来你打电话给我，我是给你买了药，可你买了是后面药你送过我准备来了吗？过来的时候，我好几个哥们他在网上等我，也没想到那么多，我就觉得你应该生病不怎么严重吧，我就去啊。我不怎么严重，我还会给你打电话吗？到底是你跟兄弟打游戏重要，还是你女朋友生病了重要？我那个时候不是打游戏打的就嗨了嘛，就忘记了。然后那天大晚上的，我一个人去了医院，连护士看着我，他都觉得奇怪，他说怎么大晚上的一个女孩子没有朋友陪着你来？后面又不给我打电话，你给我打电话我肯定会过来的嘛。别人的事情你就永远那么记得，我的大事你都觉得是小事，你就不管我，就连我生日你都不记得。我怎么又不记得你生日啊因为我们俩在一起3年多了，然后从来没有。他生日是几月几号？7月8号啊，7月28。到底是7月8还是7月28？7月28，7月28。啊，我们俩在一起3年多了，从来没有好好的正式的过一个生日。第一次生日的时候，他就完全不知道。作为女朋友，我很期待自己的男朋友能给自己一个多大的惊喜啊，一个多大的礼物啊。然后那天在家等，从早上等到晚上，他都不来一个电话，没有一条信息。我那时候不知道你生日吗？你不知道我生日，你不知道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去了解，你不知道问我的朋友吗？为什么要我通过其他的方式去了解？你自己不会告诉我？那你那么清楚的记得你那些哥们的生日，你也没问过我啊？那是别人告诉我，我才知道啊。那第二次呢？我以为你记得了呢，我就还是在家等，从早上等到中午，他还没有打电话给我，然后我就自己忍不住了，我就打电话给他。那天我是买了礼物准备给你送过去陪你过生日的，可是后面我一个朋友他失恋了，他拖我去喝酒，你知道吗？然后我没办法，我就陪他去，然后他这个人性格比较急，你知道。万一我没人陪他，他万一出什么事怎么办？那你就不怕我出什么事情了吗？同学失恋重要，那女朋友过生日1年只有1次就这是没陪你，我下次补给你就是啊。那今年的呢？下次你永远都是下次。哎，你喜欢这姑娘吗？当然喜欢啊，当然。喜欢怎么跟她在一起？你确定吗？确定啊。又是一傻问题。朋友落水了和他落水了，先救谁？可以同时救吗？必须得有先后顺序。啊，要救当然先救女朋友啊，朋友他会游泳啊。朋友他会游泳，一边是女朋友的这个生日，一边是自己朋友失恋了，还没到那个程度，你就不害怕你没去他跳河吗？他应该不会啊。哎，你失过恋吗？我没有。没有啊，这是初恋是吧？对。哎，你要失恋你会做什么呢？把自己灌醉啊什么的。啊，灌醉。还有呢？我觉得我应该还会去找他吧。哦，找他干嘛呢？想跟他好啊。为什么想跟他好呢？因为我喜欢他。哦，你喜欢他，他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他可以等你2个小时，你放他鸽子，你等他半个小时你就受不了。那可能就我当时做的不太好吧。哦，不太好。对。那你干嘛还刚才振振有词的在那儿一套一套的呀？就本来就好单认这件事。女生，我问你啊，这个小子大概1周能陪你多久啊？应该跟你的时间很少。我跟他出来约会，我要看他有没有时间，大部分都是这样的。然后现在他工作了嘛，然后有时候半个月都不能出来，都不能见面。那你们想见面的时候怎么办呢？你想他的时候怎么办呢？就发信息打电话。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在你们这段情感当中，你更主动一些？对对，大部分都是我主动，他更被动一些。对啊。他永远都是在他的朋友那、同事那有最好的脾气，然后有最好的耐心，然后就是个老好人。在我这就特别轻易的容易发火。有想过跟他分手吗？其实也想过啊，但是舍不得啊。就是我觉得他还可以去改变一下。哦，他要万一改不了呢？我觉得人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如果你让我一直这样的，每次都是主动找你，然后委曲求全的，什么事情都是把我排在最后的话，那我觉得我跟他也没有走下去的必要了。那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希望老师们改造一下他，我希望他能改。接下来我们看看老师怎么帮助这一对恋人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姑娘，我想我的真实的感受和你探讨一下。在他心中最重要的是他的朋友，你在他心中可能连他朋友家的一条狗都不如。对，就是他说他工作忙嘛，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有出来约会了。那一次我就想跟他出来约个会，然后吃个饭啊，看个电影什么的。那天我正准备出门，他就打电话给我说，他说他发小家的狗要生小狗了，他不能出来了，他要过去帮忙。母狗生小狗，他一男人他能帮什么忙呢？那个时候
他又不是助产士，对啊，他能帮什么忙？那时候他那我现在真云里雾里，真有这样的事情啊！真有这样的事。我真的今天我醉了。他就母狗养了很多只小狗嘛，他一个人忙不过来。可是你发小的狗生小狗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就像涂老师说，你去当助产师吗？帮忙一下嘛，就搭把手嘛。小伙子，你今天真的让我非常长见识。高跟鞋穿了慢了，你可以不买吗？自己迟到2、3个小时，理由是你让我坐火箭来啊。女朋友发烧了让你送药，还要和朋友去打游戏。很显然的，他心中根本没有女朋友的一个位置。我刚才是想打个比方，我认为我已经打得很极端，有点伤害他。结果现实生活当中还真发生了这么一幕。所以小伙子，你不要口口声声说喜欢他，你离不开他，你的行动已经证明了一切。哪一个喜欢女朋友的人会如此的肆无忌惮？你呢，因为他长得帅就倒追他。而且我感觉到比较可悲的是，你为了这个倒追的男人，你一直在忍气吞声，一直在自己打折促销自己。他不是性格和脾气的问题，是他心中没有你位置的问题。这一点女生你应该看得更加透彻一点。我刚才是一个劲在摇头，我从来没看到一个男生说爱一个女生可以这样咆哮的态度。所以姑娘，我只想和你说一句话，宁可给丑男当宝贝，也不要给帅哥当保姆。今天自己争气一会儿，等一下进去以后转身离去，千万不要出来。我看到你们有点像爱情过家家，你们的吵吵闹闹也想起了我自己，就是我青春的时候的那种躁动、那种回忆、那种爱情的滋味啊。我不是说你们这样不好，如果小姑娘你要愿意跟他走向婚姻这一步的话呢，我觉得你们2个人呢现在就结束，因为就可以分手，不要再在一起了，因为他对你一点没有把你放在心上。但是如果你想要体验一下爱的感觉、爱的滋味，然后从他这儿跌倒了，然后再爬起来，然后再去有点觉悟，再去进行下一段爱情的话，你们就可以再继续的过家家一段时间。你相信他能改变吗？我相信他能改变。怎么做他才能改变？尽量把我放在心上。那怎么做他才能把你放在心上呢？我教你一招，让他追你。所以先让他失去你。因为你一开始啊你就输了，太主动了，因为他觉得你肯定是追他，你不能没有他，所以呢他就可以没有你。所有的这些事情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最需要爱人的时候，他都是在跟朋友在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不对朋友好，就可以失去朋友，他对你不好不会失去你，因为你的心里都是他，所以他很安逸。他觉得我做任何的事情你都可以原谅，而我绝不能为你付出多一点。这样的人我们一定要让他知道你是随时可以走的，你不是离不开他的，你不是没有人追的，你不是说没有他就不行的。让他知道这一点，有可能他还会改，好吗？先让他心中有你，才可能爱上你。你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什么问题？你说来听听。就不够在乎他，没尽到一个男朋友的责任。你哪里是不够在乎他？你压根儿就没在乎过他。我问你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恋爱？相互喜欢吧。相互喜欢？从我的角度上来理解，人为什么要恋爱？首先第一，人有爱的本能，也有被爱的需要。人有依恋的本能，也有被依恋的需要，所以人需要恋爱。但是如果一个人在整个的恋爱过程当中，既没有爱的冲动，也没有爱的需要，既不想被对方依恋，也不想依恋别人，那么我可以断定对面这个人是错误的，不应该是他，你爱错了人。而另外一方，如果他只是在付出着爱，只是被对方所依恋，而永远没有得到爱，
那我只能说你是自己跟自己在谈恋爱，你始终在自己关爱自己，而你的对象对你没有任何付出，你跟影子在谈恋爱。你们俩刚才所有的对话，我们听起来好像很搞笑，其实很苍凉。如果你的男朋友还不如一个路人，不如一个朋友，不如一个陌生人去关心你，那我想你恋爱干什么呢？你干嘛还要去摇尾乞怜的去祈求他的爱情，认为他会改呢？他完全不爱你，你根本不是他心目当中的对象，也不存在所谓改不改的问题，因为人就有爱的冲动。爱就是什么？就是每天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想想你回家了没有？在回家的路上有没有下雨？在下雨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打伞？你有没有上的士？到了家有没有钥匙开门？回家的饭有没有做好？你是不是太饿了？这叫爱的本能。你只要喜欢一个人，他会本能的去想我的爱人在干什么，他有没有受苦，这是人爱的本能。他没有这样的爱的本能，说明你根本不是他的对象。不相信的话，你仔细去想想，但凡是个人会不会是这样？哪怕是小朋友都会莫名其妙在闲下来的时候玩耍之后，他会想，哎，妈妈现在是不是在接我？妈妈现在累不累？他都会去这样想，而他没有。所以我几乎敢断定，他根本不爱你，可能初恋的对象真的是找错了。你不信，换一个让他悸动的女孩，他肯定会满头满脑的都在想这个女生在干什么。也许恰恰是因为你从来就是你追着她，她是你的稳定对象，而你从来没有走进她的内心深处。所以男生，我认为其实你没有太大的错，你可能真是爱错了人，因为这个女生不是你爱的对象。如果她是你爱的对象，你肯定是天天朝思暮想，因为这是你的初恋啊。所以你千万你好好想清楚，你别轻易的说你喜欢她，否则的话你会继续浪费时间，继续让别人认为你是一个冷漠的人。的表现我们看这儿，你就是目中无人，置若罔闻，视而不见，他根本就不在你的眼睛里面。那首歌叫什么？我的眼里只有你，你眼里压根就没有他，有狗有朋友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他。所以你真的好好想清楚，好吧？千万不要强逼了。虽然是初恋，但如果找错了人，就没有继续的必要。就这样。唉，真相永远比生活更残忍。一对不懂如何去恋爱的人，他们看似恋爱了，实际只是一个年轻人的游戏。所以你认识到之后就无所谓了。在我看来，爱情绝对不是战争，因为是战争就有胜负。在我看来，爱情一定不是博弈，因为有博弈就有诡计。在我看来，爱情特别的简单，其实说白了，就是默默的互相的关怀。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其实我之前可能就没想那么多，就自己会把兄弟想得更重要一点，把你想得轻了一些。然后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就做事不经过大脑，就别人叫我就过去了，所以没太在乎你的感受，可能让你受了很多委屈。然后这次过来被大家一说，我发现自己真的身上有很多毛病，可能是因为第一次恋爱吧，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对待女生，然后怎么去好好的去爱你，自己真的做错了。我是觉得我们认识这么多年，然后在一起也有3年多了，我希望你可以。好，时间到。哎，这半句话留的挺有余韵的啊，回去吧。看到了一对年轻人吵吵闹闹的爱啊，来，请关门，看看结果吧。来，5、4、3、2、5、4、3、2、1，请开门。
你兄弟别动，你别动，你就教吧。打开我们的幸福之门，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来，有请。选择幸福，选择亚赛河来盼盼，盼盼到家，安居乐业。恭喜你们获得了由中国面膜领导品牌丝布天使之魅提供的精美的面膜。他们有一句话叫“给你想要的美”。接下来我们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吧。可能我之前做的不太好，对兄弟他们特别的在乎，然后我也知道自己在你那边可能对你做的特别不够好，然后今天这来了之后，我会对自己会有个很大的改变，我会好的去爱你的，以后会用行动去证明自己对你的爱。我希望你作为男朋友，你可以关心我，你可以照顾我，你可以知道我的存在，你可以把我放在你心里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我希望你能为我做一下改变。我会的。回来，还有礼物送的，还有礼物送的啊！成功复合的情侣将会获得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提供的价值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你们自己喊开始和停，来，开始，停。来，祝你们开心，好吗？请飞，请飞，请。